国漫还处于悄悄崛起阶段，隔壁的韩漫却已经开始拳打日本，脚踢欧美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绝对值得一看的5部宝藏韩漫。第一部，三流反派的学院生存记。退伍军人男主艾德穿进最喜欢的游戏中，却没有成为自带外挂的游戏主人公，而是开局就被逐出家族、赶出宿舍的三流反派。他没有称霸世界的志向，只想低调苟活，顺利毕业，远离主角团，保住小命，用退伍兵的实战加游戏全真视角加三流反派的野路子搞生存。不过因为蝴蝶效应，原作女主们跟艾德的联系越来越多，剧情逐渐跑偏，艾德被迫卷入纷争。漫画的核心爽点就是智斗求生、后宫养成，全程狗王逆袭加打脸加恋爱拉满。剧情听起来可能略感俗套，但整体十分吸引人，故事逻辑性强，每个角色的塑造都非常饱满，没有一个出场角色是没有作用的。目前漫画第1季已完结，第2季连载中，是许多喜欢后宫异世界观众心目中的神作。第2部，化身野蛮人在异界生存。体弱多病的男主比约恩穿越进游戏，成为一个野蛮人。跟他一起穿越的人只因暴露身份就被斩首，同时无法上缴巨额税金，也会被处死。三流反派的艾德好歹还有个状态栏能查看信息，可比约恩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只能靠赌确认。唯一可以活下来的办法就是进入迷宫，拼死战斗，凭借蛮族人强悍的身体以及丰富的游戏知识挣扎求生。男主比约恩双商在线的同时又带点腹黑，既冷漠无情又有点温柔体贴，整体看下来非常有意思，十分推荐。第3部，少年佣兵。男主柳义珍幼年遭遇飞机失事，作为唯一幸存者的他，为了生存成为了雇佣兵。10年后，因为偶然的契机，他回到故乡，并找到了自己的家人。想过平凡生活的柳义珍进入高中，但校园霸凌盯上妹妹，柳义珍被迫暴露占领，以佣兵手段横扫校园恶势力，保护家人与朋友。同时，佣兵时代的敌人旧组织犯罪集团找上门，他一边应付校园日常，一边用战场经验对抗追杀，守护新的家庭。少年佣兵无疑是一本优秀的爽漫，男主柳义珍在血与火中练出顶级格斗、暗杀、战术能力，以绝对的实力碾压无数敌人，全程无 CP， 纯战斗爽，并且即将被动画化，推荐给喜欢热血打斗的小伙伴们。第4部，只活今日的轮回骑士。他与史诗级领地设计师属于同一作者。男主安可里德是小村庄出身的庸才，梦想成为骑士的他为之付出了无数努力，可却因为天赋平庸，只勉强当上了士兵。残酷的战场很快便令他阵亡。不过因为之前保护村民时得到的一个护身符，导致他深陷死亡轮回的诅咒，只要被杀就会轮回到死亡当天的清晨。那种死亡时的剧痛足以逼疯任何人。然而安可里德想要变强的执念更加疯狂，从刚开始轮回的痛不欲生，到祈祷对手能多坚持几次。在他眼中，死亡的诅咒是一种赐福，哪怕用成千上万次死亡换来1次胜利，他也在所不惜。那种坚定的意识甚至能穿透屏幕，让读者为之动容。并且安格里德也不是无脑埋头硬干，在无数次死亡轮回中，他不断学习，从剑术到各种技巧，再到锤炼身体。安可里德的成长被塑造得无比真实，他没有其他主角那样强大的天赋，唯有想要成为骑士的坚定意志。所以土木老哥的又一力作，只活今日的轮回骑士画风更加精致，战斗场面的线条刻画也更加凌厉。整体来看，绝对可以排在韩漫作品的第1梯队。第5部，北剑江湖。这是我看过画面张力最强的韩漫。幼年男主陈武元是江湖第一势力北天门的少主，祖上世代镇守边关，抵抗邪恶组织，保护中原，却在成功剿灭邪恶组织后，因势力太过强大，被中原武林忌惮。陈武元父亲被整个武林逼得自刎于世，死前只求儿子能活下去。之后北天门被洗劫一空，陈武元虽然活了下来，却也遭受残忍虐待。在所有人眼中，北天门已永无翻身之日。可只有陈武元知道，世间最上乘的武功心法就是北天门本身。他在武林联盟的监视下悄悄练功，直到拥有足够的实力后，并立刻开始复仇。陈武元既是北天门本身，也是向武林复仇的一只恶鬼。从蛰伏到崛起，陈武元的成长线清晰，每一次对战，每一次揭秘，都紧扣复仇主线，节奏紧凑，高燃场面贯穿始终。中后期陈武元的形象是漫画中少见的成熟型，胡子拉碴的样子简直不要太过。其中的反派也被刻画得充满压迫感，很难相信这本充满江湖气息的漫画出自韩国。如果不是漫画后期画师的身体出问题，导致结尾略显潦草，那么《北剑江湖》这部作品绝对能成为武侠漫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这5部风格迥异的韩漫，没有千篇一律的俗套模板，靠着扎实的剧情、立体的人物和独特的创作思路，撑起了韩漫崛起的底气。大家认为最好看的韩漫是哪本呢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。